如果明天早上醒来，100万美元从天而降，你接得住这份幸运吗？多数人以为，这样的巨量财富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只会随机命中某个幸运儿。但如果财富的本质并非几率游戏，而是容量竞赛呢？你此刻所拥有的财富，其实取决于你能扩展多大的内在承载空间。当机会与资源降临时，你能真正接得住多少，才决定了你能留住多少。这个财富容量，不只是努力工作的意志，也不是正向思考就能拥有。它是一套根植于潜意识中的设定，是你对自己价值的深层信念，是你允许自己拥有丰盛的程度。它像一个看不见的上线程式，在你不自知的时候，决定你能收入多少，留住多久，运用多深。它不是你说我想变有钱就能达成，而是你内在真实相信，我值得富有。很多人一生贫苦，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其实只是这个内在容量从一开始就设置得太小。就像一杯只能装200毫升的杯子，再多的金流也会溢出流走。而那些看似财运很好的人，其实只是他们的心灵容器够大，才能承接宇宙的丰盛供应。你此刻的收入、资产、投资眼光，极可能早在生命初期便被无形设定为某个财富预设值。这就像你手里的新款手机，内部却仍运行旧的系统，无法升级最新的财务思维与操作方式。更关键的是，你甚至没有察觉，这套系统早已不符合当下的你。我们被教导要存钱、拼搏、聪明选择，却很少有人提醒，如果潜意识的财富设定没有重置，再多的财经知识与投资行动，只会让你在旧的赛道上原地打转。真正的财富转变，不是来自一次赚大钱的机会，而是来自一次深刻的内在重设。是时候停下脚步，打开那组看不见的内在代码，为你的财富人生按下重设键。这里是动量方舟，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你的点赞、留言、订阅与超级感谢，不只是支持创作，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在当代幸福心理学领域，来自美国加州的马西西莫夫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灵性导师与畅销书作家。他的文字温柔而有力量，深深打动了无数渴望重建内在平衡、拥抱内心喜悦的人。2008年，他出版代表作《幸福无关理由》，风靡全球30多个国家与地区，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许多人视他为将灵性实践与幸福科学化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在这本书中，西莫夫提出一个简洁有力的核心观点：幸福其实有一个预设值，这个预设值不依附于金钱、关系或成就，而是一个可以透过内在锻炼进行重设的设定点。他将其比喻为潜意识中那组默默运作的自动导航系统。这个设定点设定得越高，幸福与成功就越容易成为日常。若设定过低，无论获得多少外在成就，也无法持久地感受到满足。这个设定点影响的远不止情绪体验与人际互动，它更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财富人生。你能赚多少，留多少，用得有多自在，都与这套内在导航程式有关。许多时候，并非机会不曾出现，而是我们内在的财富接收系统尚未升级，犹如旧软体无法运行新版本，这个系统会自动过滤掉超出你自我认可范围的可能性，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让你避开那些原本可以翻转人生的机会与邀约。当你的设定点提升，你的情绪韧性、财富容量与行动能量也随之升级。你会开始进入一种自带吸引力的内在场域，仿佛某种无形的磁场，
正悄悄将机会、资源与财富推向你。这背后的秘密与一套看不见的能量架构息息相关。一旦你觉察到它的运作模式，整个人生的方向就会开始转动。真正的财富转运不是来自天赐良机，而是内在系统的重构。当你开始调整这个财富设定点，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好事不再是偶然，而是一种可以被训练的结果。你内在的财富容量其实就藏在每一次对金钱的反应里，每一次与自己对话的语气中。若你想重新启动那套系统，第一步就从你最熟悉却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开始，你的身体。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黄帝内经》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当一个人内在安稳，气息调和，自然与天地之间形成流动的通道。当精神能够内守，不向外散乱，疾病便无从进入。而在现代语境中，我们称之为能量频率。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持续释放能量讯号的发电站。这些能量讯号主要从3个内在中心发出：心念、情绪与身体感受。心念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情绪为能量注入方向与强度，而身体感受则是频率落地的场域与震荡节奏。这些讯号并非无迹可寻，它们源自你每天的情绪反应、潜意识信念、自我对话，还有深藏其中的价值观，共同编织出你独一无二的能量场。这个场域决定了你当下所处的财富频率，也隐隐牵引着你会遇见什么样的机会，吸引什么层次的资源。它不是神秘玄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内在现实。你的财富状态不过是你能量设定的回音。许多研究与实证发现，人的潜意识会自动对齐与自身频率匹配的事件与人脉。你发出的是害怕失去、担心不够的讯号，还是笃定、感恩与敞开的震动？那将决定金钱如何回应你。许多人无法理解，明明也在努力，为什么始终与财运无缘？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长期处在一个对财富不信任的震动状态中。即使机会来敲门，他们也会下意识地关门，甚至视而不见。反之，那些拥有高度接收力的人，往往情绪稳定，内在充满信任感与安全感，这使他们的频率成为一种无声的邀请，让充沛的财富源源不绝地涌入。当你开始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与金钱的关系，开始觉察那些微小但关键的内在语言，你的整体频率就开始转变。这股转变从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发射什么频率开始。一定有很多人早有察觉，自己总是停滞在某个财务状态中，无论怎么努力，换了几份工作，接了多少订单，年收总在一个区间里来回震荡，就像游戏里的等级上限，总是差一步无法突破。你以为是外部条件不够，其实是你内在的系统早早就设好了一个财富预设值。它不是你嘴上说出的愿望，而是你潜意识深处默默允许的那个界限。你觉得自己够格拥有多少，就会被精准设定在那个层级。这才是真正主导财富流动的底层程式。这些设定有时来自孩提时代看着父母为钱挣扎的场景，有时来自一句随口而出的话：钱难赚，或是钱最脏，有钱人不可能有良心等等。这些话如同植入骨髓的旧代码，悄悄渗透进你的能量结构之中，在你未察觉的日常里设定出一条与金钱保持距离的预设。如果把你内在的财富容量想成是一张提款卡，它有个你不知道的每日上限。当收入超过这个上限，系统会默默帮你花掉，让你破财亏损，或吸引来一些看似巧合的意外支出。这不是巧合，而是潜意识在维持熟悉的稳定。
那些中了乐透却很快破产的人，正是这套程式的完美说明。他们的财富肌肉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重量，系统便会强制回归原点。相反，那些年年扩张财务格局的人，往往早已在某个时刻觉察并重置了自己的内在设定点。所以，比起每天思考怎么赚更多，不如先问自己：我允许自己拥有多少财富？答案早已隐藏在你日复一日的选择与惯性中。当你停下脚步向内观望，会发现阻碍财富进入的是一组早已固化却仍默默运作的潜意识设定。这个设定封印了你的财富容量。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决定你财富上限的，不是股市的涨跌，也不是运气的好坏，而是潜意识里深藏的3道封印：身体记忆封印、情绪动能封印、信念同温封印。它们像3层锁，默默限制着你的财富容量。有研究指出，当压力荷尔蒙长期作用，身体会被锁进生存模式，让大脑偏向短期、安全的金钱决策。于是，一谈投资你就胃部紧缩、手心冒汗，面对高额收入，反而觉得疲倦或想逃离。并非你不渴望富有，而是神经系统把大额金钱错误地标记为危险。这道过度的生理警报，就是你的身体记忆封印。只有先解除掉它，财富才会找到入口。情绪动能封印则像一条盘踞在情感脑回路的财富压缩带，长期处于羞愧、内疚或羞耻等低振动情绪中，会削弱大脑的创新决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一收到钱就急着分出去，谈钱时心虚，赚得多却留不住。情绪本身不是阻力，未被转化的情绪才是。一旦释放掉这股阻力，它反而能成为推动财富前行的动能。最后是信念同温封印，这是由社群与文化框架编织而成的无形天花板。也就是说，你所处的圈子决定了你对自己期望值的边界。如果你周围大多数人的年收入与你相差无几，你很可能早已习惯了这个层级所对应的生活节奏与价值观。一旦你突破了这个收入界限，群体氛围中的潜在压力便可能透过言语、态度、沉默或微妙的疏离感，使你下意识地再次回到原点。这种回落往往不是因为环境真的变糟，而是你开始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担心失去认同。当你谈起更高层次的目标时，若总有人嘲讽不切实际，那股力量像一只手，在你刚要突破限制的时候，悄悄拉住你，把你拉回过去的安全地带，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与选择。这就是信念同温封印在悄悄运作。要突破它，你必须走出熟悉的圈层，主动接触不同层级的人与观点，让更高标准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自然渗入你的日常，逐步扩张内在财富的演算法，直到冲破信念的天花板。那么，如何解除身体的金钱警报，释放情绪的压缩能量，重组信念的运算逻辑呢？拆解内在财富封印的第一步是从身体着手，因为所有关于金钱的焦虑、羞愧与匮乏感，最先被记录的地方就是神经系统。你可以从观察自己的生理反应开始。每当谈到投资、收入、支付时，身体是否有微妙的不适感，像是胸口紧缩、手心出汗、呼吸变浅？这些不是无关紧要的小细节，而是你潜意识中金钱等于危险的证据。透过每日3分钟的深呼吸练习，并在收支行为发生时刻意放慢动作，让神经系统学会安全地与金钱共处，是解除第一道封印的起点。你也可以尝试身体扫描练习，每天早上起床或睡前花5分钟，从头到脚轻轻觉察每个部位对金钱这个词语的反应，找到那些特别紧绷或麻木的位置，
并以温柔呼吸带入释放。这不仅帮助你熟悉身体语言，也是在训练你将财富感受内化为身体的安全记忆。第二步，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动能。许多人在财富流动时感到不安，其实是因为内在仍有未被整合的情绪残留。你可以每天花5分钟书写自己的金钱情绪日志，写下你今天与金钱互动时感受到的情绪，不论是焦虑、罪恶还是轻微的抗拒，并且尝试不加评价地接住它。进阶练习则可以加入情绪声音释放法，对着枕头或毛巾，以安全的方式发出你当下情绪的声音。不需语言，只需声音，让压抑的情绪有出口，而不是藏在身体里持续压迫神经系统。这个练习每次1至2分钟即可，虽短，却极具释放力。第三步，则是升级你的信念系统。你可以开始为自己建立一个高频语言清单，每天早上念出3句对财富有益的语句，例如：我准备好承接更大的丰盛，我值得拥有超越想象的收入，我的价值不需交换，只需展现。重复是重写潜意识语言的最有效工具。你也可以尝试录下这些语句，以自己最稳定、笃定的声音，在安静时播放给自己听，最好搭配睡前或起床时刻，让新的信念在意识模糊与潜意识打开之际自然植入，这将大大加快你重写财富内在设定的速度。每一次你对金钱的反应，都是在为你的财富容器加温；每一次的练习，都是在金钱容量的练习场中，拓宽你能承接的边界。当潜意识开始习惯丰盛的语言与感受，金钱就不再是外来访客，而成为你内在频率自然吸引的共振结果。当你重新设定内在的财富预设，你就不再被命运推着走，而是成为自己现实的策划者与调频者。命运从来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是你用每日的选择与姿态锻造出来的，是你对自己灵魂重量的认可。你怎么看待金钱，金钱就怎么靠近你；你怎么对待自己，世界就怎么定义你的价值。那些你以为遥不可及的丰盛，其实一直站在你心门之外，等待你回应。请记得，真正限制你的，不是资源不够，而是你愿意让多少美好进入生命的勇气。那些你曾经觉得不可能的丰盛，或许只是被你习以为常的不值得拦在门外。从今天起，不必等到一切都准备好才出发，按下重设键，先校准调频，再勇敢前行。先选择相信自己，再让世界跟上你正在发出的频率。你本来就配得上不费力的丰盛，配得上无需挣扎的幸运。你不需要被选中，因为你自己就可以决定接得住多少财富。你的心灵容器也足够大，足够承接宇宙的供应。你不是在等待命运的转机，你就是那股正在改写命运走向的力量。你不是某个故事里的旁观者，而是那位亲手撕掉剧本、重写结局的创造者。每一次你选择不逃避金钱话题，每一次你愿意稳稳接住丰盛的机会，每一次你静下心来练习与财富共处，你都在向宇宙发出讯号：我接得住100万美元从天而降，因为我准备好了，我值得富有。